无奈暗影，躬身隐士；无奈清风，吹灭轮回。不经三苦，憎爱不得。身负阿鼻，焚尽业火。无造不灭，诸法空相，十方无量，一处燃魂。而今无心无念，无旧梦，为痴为我，为修罗。无名影藏。我是小情儿，大哥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摩尔牌不齐。经常有朋友说啊，我这个节目呢主要靠借，有人发现了有朋友问啊，你这个还能借到一些什么大家没有体验过的好玩的产品呢？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比较热门，来自于暗黑王冠燃魂系列的影藏，但是1:12的小比例版本。提前说一下啊，这款产品目前还处于一个测试的阶段，我也是脸皮比较厚啊，就把样板借来跟大家体验一下。已经开始接这种东西了闲言少叙啊，刚刚拿到这款产品，对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冲击性非常强，因为我玩过1:6的影藏嘛，虽然也是借的啊，当时印象就非常之深刻。主要的2点，一个是黑与白很鲜明的配色，再一个呢就是影藏表面这些很丰富的带有标志性啊，像是浮雕啊一些绳结文化的那种细节。这款小比例产品呢也是继承了之前优秀的这些设计啊，能感觉到细节满满，效果上是非常好的啊，会有一种好像会被缩小灯照了一下这个感觉而且在结构上也继承了之前产品一些优秀的设计，比如说它这个外层上半身这个外甲的部分都是做了单独的分件的，像是裤子这里沿用了真实的布艺材料，本体的涂装呢也做出了一些类似于锈迹啊或者脏污的旧化效果，极大程度的还原曾经的设计啊。头雕部分自然是整款产品最大的一个亮点啊，人物头雕是非常鲜明具有特色的，小比例产品也不例外，白皙的皮肤加上红眼睛，还有一种冷峻啊或者严酷啊那种阴间阴兵的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啊，包括前胸以及腹部的这种冷白的皮肤，这些地方都是我在之前玩那个大影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的点。当然了，对于这个细节程度，说实话啊，我觉得在量产的过程中绝对是一个难点或者说是挑战。这次产品呢是采取了3枚头雕的一个设计啊，首先呢是这个扎辫子不戴头盔的造型，面部表情啊以及一些涂装效果和这个头盔头是完全一致的，我觉得直接给出替换头的这个方式是更加方便的，而且还能多一个头啊，白嫖一个头。平镜头以及头盔头的下颚部分啊同样预留了槽位，可以直接安装面具。半脸的造型和一个类似于般若啊或者叫般若的这个鬼面，贴合程度稳定性很不错啊，就目前的体验来讲，不至于戴上松松垮垮的，也不至于说拆的时候要用力去掰，就刚刚好啊。非常重要的黄豹头也是之前在大影藏上很多人喜欢的一个头雕啊，在下颚处呢虽然说很小，但是一样保持了一个开合的结构，内部呢也同样装有磁控灯。吸一下是常亮模式，再吸一下是一个呼吸的效果，灯效整体维持的非常不错啊，肉眼是看不到有漏光的，而且里面也没有明显的光源，效果是很好的。肩膀部分肩胛的连接采用了一个球形关节，直接对应插进去就可以，很单纯很简便的设计。当然了，肩胛部分同样可以悬挂标志性的披风，周围也做出了铁丝的结构，下摆处破碎的感觉和之前是如出一辙的，比例更小，布也更加轻薄，所以你在摆造型的时候啊，其实相对更加飘逸。
更有一个大影藏是 DLC 中的配件，这一枚肩甲的话，整体结构和原本的一样圆润，整个上扬的幅度会更具棱角。同样呢，针对这枚肩甲呢，是附有一个像是带子一样的，不能说披风啊，像飘带，造型上更加残破和飘逸。这个铁丝的承重是更强一些啊，所以你怎么凹都 OK。臂甲部分也和大比例产品一样，保持了一个替换的设计，直接取下替换带有弯刀的结构就可以了。之前在体验1:6影藏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啊，因为体积比较大，结构复杂，其实不便于把玩啊，而且在可动的设计呢，也明显向造型上做出了一定的取舍。但是对于小比例的产品来说，可动部分可以说是一个灵魂所在啊，如果没有良好的可动，那就失去了一些把玩的体验。对于这款小影藏来说，我觉得可动部分还是有去深思熟虑并且重新设计的，包括颈部这里也可以看到做出了更大俯仰的角度，没有任何的这个阻碍啊。好低呀、第一个真的很低。太好了，感觉。腹部这里也做出了双段的结构，对吧？曾经影藏基本上这个腰板永远是直直的，但这一次呢，不仅是兼顾了左右的旋转啊，像这种90度的鞠躬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遵命。腿部这里呢，像一些大抬腿、大屈腿啊，一些弓步这里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两条腿都能摆出很大幅度的造型，像一些坐姿啊，或者是大弓步的战斗场景都可以还原。同时呢，在前脚掌这里也加出了一段关节，做出一些蹬地啊或者更自然的幅度。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裤子部分，如果你拆掉腿部的话，它下面这一节是做了一个收腿的设计，固定在这里的，所以无论你怎么去调整它这个腿啊，稍稍打理，这个裤子马上还能恢复一个像灯笼那样很好看的造型。这个设计是有用心去考虑的。还有一些呢，诸如上臂的弯折以及上抬幅度处理的也非常不错，足够你摆出一些拔刀啊或者双臂交叉配备武器的那些进攻性的造型。而且在左肩膀这里，因为肩甲连接的外甲其实是单独的封件，即便你把胳膊抬到最顶上，这个地方也是不会限制它的可动的。同样在脚底板处也用了时下比较流行的这个强磁的吸附装置，对应着一个铁质的地台，吸上去就 OK， 并且这个磁吸是非常给力的，非常的强啊，搞出一些像这种单腿悬吊啊，或者用磁吸做出一些更加夸张无厘头的动作，也都是可行的，把玩的体验上真的是非常好的。除了磁吸的脚底，产品还配备了磁吸的手型，也就是代表着这款产品可以通过手的吸附加上脚的吸附，摆出一个类似于贴在墙壁上伺机而动的那个感觉啊。放到冰箱上也是非常合适的啊，绝对是最炫酷的那个冰箱贴，最贵的了吧？当然了，其实它脚底下的磁吸结构足够支撑它做一个吸附啊，所以说可以直接双脚粘在冰箱上，做出一个向下冲锋的感觉。我觉得这款产品在设计之初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考虑可动的，而且呢，基于影藏这款产品其实是一个主打造型和美观程度的玩具，所以肯定要在可动和美观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啊，既要保留住好看的效果，也要让这个小的玩具在把玩起来非常的有趣。目前我的体验感觉是，它其实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足够优秀，玩起来我觉得还是非常爽的。而且优秀的可动不仅仅带来更多的造型，即便是一个普通的站姿，因为像是腰部啊、颈部啊，能有更多可动的关节，也能让整个形体看上去更加自然。手型部分在保持了之前影藏那样丰富性的同时，多配置了2只磁吸手，这是刚刚说过的。另外 DLC 中的结印手型也有配备，放在胸口处摆出结印造型也非常自然。然后是武器部分，首先是一把武士刀，这个造型呢也是沿用了之前的设计，刀柄处也做了一些类似于缠绳的造型。拔开之后呢，目前刃部呢是采用了一个软胶的结构，大货的话会改成金属。鞋带上直接与背部连接，插入即可。然后是2柄短刃或者说匕首，内部的造型也是非常独特，尤其是这一支啊，之前就说过，像是日本的那种法器或者礼器，目前是塑料材质，但是大货的时候会改成金属结构。
翻过来鞘的部分也预留了插槽，直接对应腰间的点位安装即可。在之前产品中，效果最棒的武器莫过于这个剑匣，而且呢也还原了拆开拔剑的这样一个结构啊。匣子部分呢是模拟了一个金属的效果，掰开之后呢，内部呢也具备相应的细节，在剑的本身呢也做了一个红色的透明分件。还有呢，产品也配备了3枚手里剑或者说飞镖啊，很漂亮的，这个搭配起来也能摆出很多有趣的玩法。虽然还处于一个样品啊或者打版的阶段，但是体验下来呢，我觉得这款产品的完成度已经非常之高了。配件和主体的设计上，大影藏珠玉在前，毋庸置疑是非常之优秀的，观感上非常的好。可动上我觉得也足够下功夫，在美观把玩的体验上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带来了一个很棒的可动效果。在摆造型啊整体的姿态上，包括一些磁吸的介入下，能摆出非常多有趣和生动的姿势啊，倾向于让大家觉得玩起来更爽更有趣而去设计或者去思考的。未来大货或者生产上呢，一些想法就是首先我觉得目前产品的这个精度开模这个细节，其实在量产或者说大货的阶段是很有难度的啊，不是泼冷水啊，但是可能会在细节上再做一些调整。毕竟对于影藏的这个设计和复杂结构来说，做这种1:12的小比例产品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当然保持目前这个优秀的涂装效果就已经十分耐看了。然后在可动表现上，我觉得一定要保持住目前这个体验感，而很不错的啊。你以前是很难看到影藏摆出一些特别大魄力那种大屈腿大屈膝的，更别说吸在冰箱上飞出去的这种战斗造型的。这一款呢就能给你带来这种体验。哎呀，就是越玩越好玩啊！我觉得我想花很多时间去掰它去玩它，这也是小比例产品能带给你的。还不是手啊。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小影藏的出现，无论对于之前买过或者说拥有影藏的玩家，还是没有接触过暗黑王冠的新玩家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想法，很有趣的一个产品。以前有影藏的话，可以用它去增加一些把玩或者动作上的体验；没有影藏的朋友们，也可以借这个小比例产品去了解暗黑王冠优秀的一些设计。世界观来讲，设定上来讲，非常的丰富而且很完善的系列产品。未来呢，可能还要推出一些中国的角色。小比例的系列如果说能持续更新下去，一堆摆在一起啊，形形色色的各种造型，哎，会很有意思啊，很好玩的。预定也快提上日程了啊，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这一期呢，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